如果我們攤開一張歐洲地圖，你會發現在中歐的平原上，有一個國家的位置顯得格外的尷尬，甚至可以說是驚心動魄，那就是波蘭。往西看是富饒的西歐腹地，往東看則是龐大的俄羅斯以及它的鐵桿盟友白俄羅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波蘭這片幾乎沒有天險可守的大平原，就像是上帝專門為裝甲集群衝鋒預留的絕佳戰場。而在上世紀90年代初，隨着紅色帝國的崩塌，波蘭一夜之間發現自己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雖然他剛剛擺脫了華約的控制，一心想要融入西方，但在北約的大門正式敞開之後，波蘭的處境實際上處於一個極其危險。它不僅是北約對抗俄羅斯的最前線，更是整個歐洲名副其實的防爆門。一旦衝突爆發，波蘭就要首先面对俄軍的衝擊，甚至可能成為第一波鋼鐵洪流的洩洪區，一不小心就毫無波瀾了。在這種令人窒息的地緣壓力下，波蘭人手裡握着的籌碼是什麼呢？是一支龐大但卻正因缺乏維護而生鏽的蘇式軍隊。當時的波蘭陸軍繼承了華約時期海量的 T72M1 坦克，數量雖然高達近千輛，但這反而成了一種沉重的詛咒。為什麼這麼說？當然是因為這型坦克缺陷實在是太嚴重了。1994年那個飄着雪花的冬天，第一次车臣戰爭中，那場著名的格罗茲尼巷戰徹底暴露了 T72 的外強中干。當時俄軍由 T72 和 T80 組成的裝甲縱隊大搖大擺地開進了格羅茲尼的街道，結果呢，從四面八方的窗戶、地下室和屋頂射來的 RPG 火箭彈直接把 T72 變成了一個個無頭騎士，助力坦克車組載人航天。對於當時的波蘭人來說，電視畫面裡那一輛輛身首異處、燃着熊熊大火的 T72 殘骸，不僅僅是俄軍的悲劇，更是對於波蘭的警告。因為波蘭軍方驚恐地發現，俄軍手裡裝備的 T72 甚至比波蘭自家倉庫裡的 T72M1 還要先進。連俄軍都被打得這麼慘，手裡拿着侯版也就是低配版裝備的波蘭陸軍，如果真上了戰場，那豈不是去送死？具體來說， T72 到底有什麼缺陷呢？首先是瞎。在複雜的城市廢墟和煙霧中， T72 那老舊的光學瞄準設備簡直就是個笑話。由於缺乏有效的獨立周視鏡和熱成像儀，坐在鐵盒子裡的車長和炮手根本看不見躲在幾十米外廢墟裡的敵人，這就像是一個被蒙住雙眼的巨人，只能在黑暗中絕望地揮舞拳頭。其次是脆。车臣戰爭證明了 T72 側面和頂部的防護在現代反坦克武器面前薄得像張紙。當時俄軍雖然掛了反應裝甲，但很多都是老式的 Contacti One， 不僅排列稀疏，縫隙巨大，甚至很多為了省錢，裡面根本沒裝炸藥。當然，也有觀點是反应装甲裡的炸藥被俄軍弄出來換錢了。最致命的爆，這就是俄軍那個臭名昭著的自动裝彈機。為了追求低矮外形， T72 把巨大的圓形彈藥架在了屁股底下，一旦坦克側面被擊穿，金屬射流會瞬間引爆底盤那一圈裸露的發射藥。結果大家也都見過了，幾噸重的炮塔像瓶蓋一樣被炸飛幾十米高，車組成員根本沒有逃生的機會，瞬間就會被巨大的衝擊波送上天空。看着格罗茲尼街道上的那些鋼鐵棺材，波蘭的工程師們壓力山大。他們手裡的 T72M1 是蘇聯為了出口專門搞的減配版，裝甲更薄，火控更爛，連反應裝甲都沒有。這要是上了戰場，還不如直接投了來得痛快。但也正是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壓力，逼出了波蘭人的極限操作。既然俄羅斯的東西已經靠不住了，倉庫裡這麼多的 T72 也只能砸在手裡，那就乾脆拿北約的技術來魔改 T72。於是 PT91 項目就這麼被擺上了桌面。既然知道了 T72 在巷戰裡是個脆皮，波蘭工程師的第一刀就精準地切在了防護上，而他們的成果就是至今讓無数強迫症患者感到極度舒適的 ERAWA 反应装甲。大家如果細看蘇俄原本的 T72， 上面掛着的接觸1反应裝甲就像是隨手貼上去的板磚，稀稀拉拉，磚塊之間留着巨大的缝隙。知道的是蘇聯工程師手艺不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专门給反坦克手標記的靶子呢。但波蘭人搞出來的 ERAWA 完全不同，它就像是一層精密編織的锁子甲。波蘭人把爆炸反应塊做成了只有15厘米见方的小方塊，全車一共貼了整整394塊，而且排列的严絲合縫，正面的覆蓋率高達 95%。 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無論敵人的 RPG 從哪個刁鑽的角度射過來，迎接它的都是一塊爆炸反应裝甲。在實測中，這套锁子甲能把破甲彈的穿身直接削減 50% 到 70%， 就算面對更硬的穿甲彈，也能削弱 30% 以上的杀傷力。而且这還不只是單純的以爆制爆，波蘭人在 ERAWA 2型裝甲裡還要夾了一層高硬度的鋼板和陶瓷，專門用來崩斷來襲的穿甲彈芯。如果你以為 PT91 只是變硬了，那可就小看波蘭人了，他還學會了隱身。
這聽起來很科幻，對吧？坦克怎麼隱身呢？波蘭人在 ERAWA 裝甲的表面塗了一種代號為 EK2KS 的神秘涂料，這是一種微波吸收材料。在現代戰場上，坦克的敌人往往不是肉眼，而是幾公里外的侦察雷達，而這層塗料能把坦克的雷達反射截面積直接降低 50% 以上。什麼概念呢？在敵人的雷達屏幕上，原本應該是一個巨大的金屬回波，現在看起来可能就像是一輛普通的家用小轿車，或者是一簇不起眼的灌木叢，這讓敵人的偵察機和攻擊雷達發現距離直接縮短了一半。甚至連坦克的排气口，波蘭人都做了红外抑制處理，給炙熱的废气裡摻入冷空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坦克在紅外热成像儀的視野裡盡可能的變成不會被發現的物体。這對於那些依靠紅外制導的導彈來說，就好像不存在這麼一輛坦克一樣。但是問題來了，這一套鎖子甲加上各種設備裝上去， PT91 的體重飆升到了近46噸，比原本的 T72 重了整整4噸多。這對於原本那台只有780馬力的心臟來說，簡直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如果不升級動力，這輛坦克就會變成一個雖然硬但卻跑不動的鐵王八，在波蘭的平原上都跑不動，就更別說在其他地形更複雜的地方了。於是波蘭的本國發動機廠站了出來，他們沒有簡單的換發動機，而是對原有的蘇式 V46 引擎進行了壓榨潛力的魔改，通過改进供油系統和強制进气，搞出了 S12U 發動機。這個波蘭國產的發動機硬是把功率從780馬力壓榨到了850馬力，雖然油耗高了些，雖然冒的黑煙大了點，但它成功的讓體重暴漲的 PT91 依然保持了原本的機動性，甚至跑得更歡了。至此，波蘭人解決了脆和慢的問題，但這只是物理層面的改造。想要真正融入北約體系，想要在現代戰爭中先敵開火， PT91 還需要一個更關鍵的進化，那就是換腦子。在現代坦克戰中，誰先發現敵人，誰先算出射擊諸元，誰就能活下來。而在這一點上，原本的 T72 簡直就是個悲劇。它的火控系統本質上還停留在2戰後的機械模擬時代，炮手需要盯着瞄準鏡裡的刻度線，像做幾何題一樣去估算距離，然後再手動輸入修正量。這一套流程下來，黃花菜都涼了，更別提在顛簸的行進間射擊了。那命中率基本全靠信仰。波蘭人深知這一點，於是他們把那一套老掉牙的蘇式設備統統扔進了垃圾堆，換上了一套波蘭自主研發的數字化核心 Jawa 火控系統。這是一次從木棍到火器式的跨越。Jawa 系統擁有一台真正的數字化彈道計算機，它不再需要炮手去測量、去計算、去背火炮射表。坦克的傳感器會自動採集風速、氣溫、藥溫，甚至是目標的移動速度。所有的這些數據會在幾毫秒內被計算機處理完畢。炮手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十字準星壓在目標身上，然後按下激光測距按鈕，下一秒火炮就會自動調整到位。這種傻瓜式的操作讓 PT91 在移動對移動的射擊中擁有了不輸西方坦克的首發命中率。解決了打得準的問題，接下來就是解決看不見的問題，也就是 T72 那個著名的夜盲症。我們之前提到過，老式 T72 夜戰靠的是紅外探照燈，那玩意兒一開，在現代熱成像儀面前，基本上就是在頻繁廣播自己的位置。波蘭人給 PT91 做了一項最昂貴也是最關鍵的升級，那就是引入了以色列 ELOP 公司以及波蘭國產的高性能熱成像儀。為什麼要找2家公司呢？一方面是不把雞蛋裝在2個籃子，另一方面也是想積累一些國產化的經驗。這可不僅僅是換個瞄準鏡那麼簡單，無論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還是在煙霧彌漫的戰場， PT91 的炮手都能在屏幕上清晰地看到幾公里外敵方坦克發動機散發出的熱輻射。在烏克蘭的實戰中，這一優勢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很多烏克蘭車族反饋，他們駕駛 PT91 能在3500米甚至更遠的距離上就發現俄軍的蹤跡，而此時對面的俄軍 T72B3 可能還在茫然地轉動炮塔，尋找攻擊來自何方。這就是典型的視野優勢，也是 PT91 敢於對俄軍坦克實施放風筝戰術的底氣。有了锐利的眼睛，波蘭人還給 PT91 安裝了一套敏銳的神經系統，那就是 OBRA 激光告警系統。在現代戰場上，被激光照射往往意味着你已經被反坦克導彈鎖定了。對於老式坦克來說，直到導彈爆炸的前一秒，車主可能都毫無察覺。但 PT91 不同，它的炮塔四周安装了多個激光傳感器，就像是蜘蛛俠的蜘蛛感應。一旦敵人的激光測距儀或者激光架數導彈照射到坦克，車內的報警聲會瞬間炸響，並告訴車長威脅來自哪個方向。更絕的是，這套系統可以設置為全自動模式，一旦檢測到威脅，坦克會自動向那個方向發射煙霧彈。這可不是普通的煙霧，而是能遮蔽紅外和激光信號的多光譜煙霧，瞬間讓敵人的導彈丟失目標，給坦克爭取到寶貴的幾秒鐘來規避甚至是回擊。
至此 PT91 已經不再是那個只能靠堆數量取勝的蘇式消耗品了，它變成了一個看得遠、打得準，還能感知危險的現代化獵手。但是單車的強大只是戰術層面的，要想真正成為北約標準的坦克，它還需要進入那個數字化的網絡之中。如果說換裝火控和裝甲只是讓 PT91 從一個普通兵變成了一個高級兵，那麼接下來的這項改造才是真正讓他從蘇式的打手晉升為北約式指揮官的核心所在。在傳統的蘇式坦克作戰理念中，坦克往往是以連排為單位，在那片嘈雜的无線電模擬信號中，車長們不得不像在菜市场吵架一樣，大聲吼叫着傳達指令。一旦遭遇敌人的強電磁干擾，或者指揮車被擊毀，整個坦克連瞬間就會變成一群没頭蒼蠅，各自為戰，甚至发生誤擊友軍的慘劇。波蘭人非常清楚，要想融入北約，光有先進的武器是不夠的，關鍵得能和北約盟友配合，得連得上那個龐大而精密的數字網絡。於是 PT91 徹底拋棄了蘇制 R173 這種老掉牙的模擬電台，換裝了波蘭 Redmer 公司生產的 RRC9500 數字化電台。這個電台厲害在哪兒？它採用了北約標準的 RP4G 調頻協議，這就像是兩個特工接頭，他們不再使用固定的頻道通話，而是按照雙方約定好的密碼，在1秒鐘內快速切換幾十次甚至上百次通訊頻率。對於俄軍的電子戰部隊來說，這就好比你想竊聽2個人的談話，但他們每說一個字就換一個密碼本，你根本琢磨不透他們的規律。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抗干擾能力，更重要的是，這讓 PT91 第一次擁有了直接與美國、德國的裝甲部隊進行語音互聯和數據交換的能力。有了通暢的耳朵和嘴巴，波蘭人還給 PT91 裝上了一個足以改變戰場規則的大腦——茉莉花戰場管理系統。如果你玩過戰地或者坦克世界，你一定離不開屏幕裡的那個小地圖，而茉莉花系統就是把這個遊戲裡的小地圖搬到了現實的坦克座艙裡。在老式的 T72 裡，車長手裡拿的是折疊的紙質地圖和鉛筆，而在 PT91 裡，車長面前是一塊加固的液晶觸控屏，所有友軍的位置都會實時顯示在數字地圖上。對於咱們頻道的觀眾來說，這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了吧？在混亂的交火線，在烟塵蔽日的突擊中，波蘭車長不需要探出頭去確認，只要瞥一眼屏幕，就能知道側翼那個正在開火的黑影到底是前來支援的隊友，還是試圖偷襲的敵人。這一功能在海灣戰爭中是美軍的獨門絕技，而現在波蘭人把它裝進了蘇式的鐵殼子裡，極大地提高了友軍的協調效率，把坦克變成網絡節點。同時，茉莉花系統支持北約的網絡中心戰能力。PT91 不再是一個孤獨的獵手，它成為了整個情報網絡的一個節點。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一架北約的無人機在幾公里外發現了一隊俄軍埋伏，它不需要飛回來匯報，而是直接將目標的坐標數據通過數據電發送到 PT91 的茉莉花系統上。波蘭車長的屏幕上瞬間跳出一個紅色的敵軍圖標，甚至還附帶着目標的照片和建議的攻擊路線。車長只需要點擊屏幕，火控電腦就會自動計算諸遠。還沒等俄軍明白怎麼回事，高爆榴彈就已經砸在了他們的頭頂。這就是為什麼即使 PT91 的主炮口徑沒有變，但在體系的加持下，它的作戰效能卻成倍的翻了一番。通過這套數字化改造，波蘭人向世界證明了，哪怕是老舊的蘇式平台，只要給它接上互聯網，它依然能在這個信息化的戰場上打出令人膽寒的配合。然而，技術可以升級，系統可以重裝，但有些東西卻是寫在基因裡的。無論波蘭工程師如何努力， PT91 身上依然保留着一個蘇式坦克永遠無法抹去的詛咒。而正是這個詛咒注定了他最終只能是一個過渡的英雄。這個詛咒是什麼？那就是他的自動裝彈機，也就是火力軍介紹 T72 3個缺陷中的最後一個。正是這個致命的弱點，注定了 PT91 只能成為一個過渡品。波蘭軍方也在不停地尋找新的替代品。隨着波蘭軍隊準備大規模引入豹2， PT91 坦克的時代正在落幕。但火力軍想說，這並不代表 PT91 是一款失敗的坦克，恰恰相反，它是波蘭國防史上成功的過渡者。好了，關於波蘭 PT91 坦克如何涅槃重生的故事，火力軍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在未來的戰爭中，這種基於老平台的魔改武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
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